你们不用跟着了，我的身份先不要对我公布。可是今天这场拍卖会有不少人都是冲着您来的，我怕您会有危险。无妨，等会儿村委会过来。是。 这是谁家千金，长得这么漂亮？是啊，长得真漂亮。漂亮有什么用？这里最漂亮的明明是嫂子你。不过就是一个……不行，我要给她点颜色瞧瞧。喂，那个谁，给我倒杯酒。说你呢，没听见吗？ 有事吗？你是温之？不对，温之早就死在3年前了，他不可能是温之。可为什么天底下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？嫂子，虽然这个人跟温之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气质跟温之千差万别，他应该不是温之吧？对，他不可能是温之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们认错人了。 是吗？那下次阿瑞卡看仔细，不然碰到谁都要扑上，显得很没有教养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？我可是秦佳佳，我哥是秦以身，秦氏集团的总裁。这位是跟我哥订婚3年的准嫂子，宋氏集团千金宋子怡。订婚3年还是准嫂子，也是赏金。你。 那是我哥工作忙，没时间结婚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，在这里指手画脚，全都花枝招展的，说不定你是来钓凯子的。这里还没有谁能入我的眼。真是狂妄！知不知道今天冷氏集团的龙总会来？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。龙总？那你们也是来巴结龙总的？你算了，佳佳，万一他背后有人撑腰呢？我们还是不要得罪。 有人撑腰怎么了？我哥是秦以身，有谁不敢把秦氏放在眼里？你给我跪下，给我道歉！真是愚蠢人的教养。这是秦家小姐吗？怎么突然被打？人家的秦小姐得罪了秦家，难怪要大难临头了。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！这次就当是替你哥管教你，下次。 可不能再沾网了。我秦家的人什么时候需要外人帮忙？是秦总来了，这人挡秦总的脸，马上就要有好果子吃了。哥，刚刚这个贱人打我！你注意点措辞。这位小姐，如果刚刚是我妹妹冒犯你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 但如果是你惹事在先的话，我也请你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想打便打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声音，文之，这3年了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不是文之。什么？哥，他不是温之。 刚刚我跟嫂子也认错了，其实他真的不是温之，只是长得有些像罢了。他就是温之，温之，你是在怪我吗？说了我不是温之，你认错人。温之是谁呀？为什么会让秦总如此失态3年前，秦总有个情人叫温之，后来在一起绑架案中死了。这些年，秦总一直在找她。可不是嘛，之所以迟迟不娶宋家小姐，不就是因为计划里中了温之吗？ 如果秦总想要替妹妹讨个公道，随时奉陪。但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先走。你原来在这个地方不是有块胎记吗？怎么现在没有？这人疯了吧？居然敢打秦总！你敢打我哥，你疯了吧？秦家人都这么没有教养的，妹妹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人。
哥哥也粗鲁无礼似的认不清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刚刚是我失礼了，给这位小姐道歉。哥，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是我们认错人了，我让我妹妹跟你道歉。文芝，真的不是你吗？本彩英系图案，起拍价150万，200万。喂，你怎么不竞拍？没看上。接下来压轴的拍品，我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。这是欧国伯爵夫人戴的女士玉戒，起拍价500万。这是冷总心仪的产品，只要我拍下来送给冷总，我们宋家也不会再受大压力。 600万。这位女士出价100万，瞬间就涨出了100万，看来这位女士势在必得呀！好，600万一次，600万2次，600万1000万。1000万呀！这位女士出价1000万，又涨出了400万。这枚戒指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是很感兴趣的话，就不要故意抬价格。巧了，我很感兴趣。感兴趣也要掂量自己身份吧，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的。再说了，这枚戒指是我们要拍下来送给龙总的，最好不要捣乱。你要送给龙总？怎么？龙总的年号你可能不知道，虽然他今天不在会场上，但也不是你这种人能巴结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更得竞价了，就看宋小姐的心意是多少钱。1000万一次，1000万一次，1000万，1500万。这枚戒指顶多值1000。没关系，对冷总的心意5000万。1000万，你疯了吗？你有这么抬价的吗？我只是想甩掉一些穷鬼人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要拿。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1000万。看来宋小姐的诚意也很一般。1个亿。我没听错，这个拍品居然拍出了1个亿，这太令人震撼了！你疯了？你们宋家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没事。你还要跟吗？不跟了。什么？感谢宋小姐对贫困地区的一番贡献，1个亿买一个戒指，这种好事还是让给宋小姐。你耍我吗？刚刚是你故意抬高价格。你还不算太笨。成交。宋小姐，根据规定，拍品一旦被拍下，需要立刻支付费用。你看，咱们这边。宋小姐作为秦先生的未婚妻，不会连1个亿都付不起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嫂子可是宋氏集团千金，区区1个亿不在话下。交付成功，这个是您的赠品。嫂子，我们有了这个玉戒，冷家肯定会对我们青睐有加的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蠢啊！哥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一直没得空问，这位小姐怎么称呼？我啊，我叫……我的身份你们还不配知。我看你是怕说出来让大家笑掉大牙吧？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8成不知道是别人的媳妇吧？哥，你不要被翻脸欺骗了，她不是温芝。你们总说这个温芝，这个温芝到底是你什么？是我一位故人，我找了他整整3年。是吗？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温小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想必她离开了，
就是不想跟你们有过多的纠缠。人呀，还是不要总活在过去。医生，戒指我们已经拍到了，不如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等一会儿冷总来了，我们再把戒指送给他。你开心就好。3年了，本以为可以平静地面对秦医生，没想到还是会有波澜。秦先生来女卫生间，应该不会是迷路了吧？我在等人。宋兰姐不在里面。你在怪我，对吗？怪我3年前没有先救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虽然你消除了背后的太子，但我知道你就是本质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试试就知道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记得你这里存秦先生，要不要试试右边？我右边也很敏感。怎么不继续了，秦先生？你到底是谁？只要秦先生想，我也可以是武士。母亲，我失礼了。秦医生，3年了，谁还会是从前的模样呢？医生，刚才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很久。刚刚秦总在女卫生间迷路了，不过幸好遇到了我给带回来了。这宋小姐的未婚夫可要看好了，这次迷路的是在女卫生间，下一次说不定就是在别人的床上。哥，你没看见他一直在挑衅嫂子？我跟你说过，宋子怡只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别整天一口一个嫂子。那你们结婚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宋氏的危机结束之后，我会立刻解除婚约的。是因为他，就因为他顶着一张跟你旧情人一模一样的脸，所以你才跟我解除婚约。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我只是不爱你。我哥说的都是气话，都怪刚才那个女人，都怪她长得跟温之一模一样，她肯定是想勾引我哥。不管是谁，都不能从我身边抢走一生。周小姐开的面生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能赏脸喝一杯吗？您是左撇子？小时候右手受过伤，手上记。你右手的伤是怎么？爸，快躲开！这是我的私事，秦先生越界了。是在火场里伤的。哥，你干什么？我问你到底怎么伤的？看来秦先生还是想在我身上找到过人的影子。小时候受过伤，有什么问题？如果秦先生对我小时候的事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换一个，好好的聊一聊。你居然当我嫂子的面勾引我哥，怪不得半天不见你的男伴，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！脑洞这么大，那些本就不行。你少在这装清高，都半天了也不见你的男伴。他还没到。那你倒说说，
你应该是谁？告诉你们人，他叫谢从。谢从衍，那可是冷氏集团董事长的独子，怎么可能是他的男伴？我有幸见过谢总几次，他应酬可从来不带女伴。听见没有？撒谎也不打草稿。谢总也是你能高攀的。谢从衍是你什么？哥，他就是瞎说的，他估计连谢总的面都没见过。你的男伴到了，还真是谢总，他真的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他该不会是特意来找你吧？我记得你们之前见过。不会吧？要找应该是找我哥。怎么也不好好转移？怎么了？都是暗恋堵车。 새로운 세상 문이 열려 있죠. 그대 안에 있네요. 你们，这位小姐，这是谢总的人。看谢总对他的态度，不只是女伴这么简单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今晚的男伴，谢总。 秦总也在。好久不见，还从未见过谢总带女伴出席。这位，我介绍一下。谢总，既然您来了，有一件事情您可一定要帮忙。什么？我代表宋氏为冷总拍下了一枚玉戒，还烦请您帮忙。闹了吗？宋姐。什么？他是冷总？原来大家还不知道。 是我就是冷氏集团新上任的总裁冷月，那他居然是冷月，原来这就是冷月。听说1年不到的时间就让冷氏股票飞涨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冷总是位女士，还长得这样漂亮。冷总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笔我替你当是赔罪。无妨，有眼不识泰山的不止你。 刚才秦先生还把我当成救情人。抱歉了，冷总，刚好都有得罪。无妨，希望以后可以多跟秦人。冷总，这枚玉戒是我特意为您拍下的。虽然我们之前有一些误会，但是我们宋氏也是诚意要跟您合作的。本来是想自己拍下的，可是经过了别人的手，味道都变成了。 他竟然真的是冷氏集团的冷总，那他刚才就是故意抬高玉戒的价格。哥，我们刚才这么多，他会不会针对我们？哥，你干嘛去？还留在这干嘛？接着丢人现眼吗？ 你要是不喜欢宋家，明天我就安排。一棒子打死多没意思，我要看热锅上的蚂蚁就能听见。冷月，25岁，冷氏集团董事长收留的女儿。据说之前一直被冷家保护在国外，直到3年前才回到港城。3年前的资料还能查到吗？不能，只知道生活在国外，但是查不到任何生活痕迹。就这样，你出去。对了，秦总，您之前跟温小姐住的浅水湾别墅，最近有人想要出高价想买。无论多少钱，我都不会买。医生，我求你救救宋家！发生什么了？一夜之间，宋家的资金链全都断了，很多项目都被取消。我爸一问才知道，这些全部都是冷氏授意的。是，那天在拍卖会的时候，我和冷小姐是有一些误会，可是她也不至于让我宋家破产吧？况且那天在拍卖会上得罪她的又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家族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会这样对付宋家，下一个就有可能是秦家。你不用强行把秦宋两家绑定在一起。你放心，
这件事我可以替宋家出面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宋家跟婚约，你自己选。就这么让你厌恶吗？就算没有了温之，你也不愿意选择我是吗？不是我不愿意选你，你从来都没在我选择范围里。晚上帮我约一下冷总，就说海城的项目秦氏愿意出全资。不用晚上了，冷总一定有餐厅在等您呢。为什么选这家餐厅？怎么，秦先生不喜欢？秦先生，我老头子真对卑贱，我谢谢你施舍的药。没有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海城的项目我愿意全部出资，但还请冷小姐可以高抬贵手，饶了宋家。原来是给未婚妻当说客，看来秦先生很喜欢宋小姐。你约我不是为了海城的项目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想请秦先生陪我去看一套房。看房？你说要买的房子就是这里啊？没错，就是秦先生的这套房子。对了，秦总，您之前跟温小姐住的浅水湾别墅，最近有人想要出高价的。无论多少钱我都不会买，就这套。你就是那个买家。我很喜欢这套房子，秦先生开个价吧。抱歉啊，冷小姐，这套房子我不卖。如果冷小姐喜欢的是这套房子的户型，那我名下还有……我就要它。那冷小姐可能要失望了。不过是一套房子而已，秦先生却如此暴躁，难道这里金屋藏娇了？这跟冷小姐没关系。不卖也可以，但既然都到这儿了，秦先生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冷小姐请。这里居然还保持着3年前的模样。冷小姐，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好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别大惊小怪了，这个是啊。别在家放这么阴森的东西，行不行？可是我上医学课需要人体架构，而且下周就要考试了，所以我才把小白带回家。你管他叫小白？是啊，小白下了秦先生的嘴。当然没有。以后拿这个给他盖上。别碰！抱歉，冷小姐。小白是我的心爱之物，我不太喜欢别人碰它。理解。冷小姐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到底怎样才能放了宋家？我想要这套房子，或者什么？秦先生，不如猜猜看，我还缺什么？冷小姐这样身居高位的人，还能缺什么？缺个情人。要我可以给你，温小姐能给我什么呢？秦先生位高权重，还能缺什么？缺个情人。你到底是谁？秦先生想我是谁？你买这套房子，我可以理解为巧合，但话都说的一样，这未免也太刻意了吧？冷小姐，你这么处心积虑的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对秦先生已经倾心。
你只不过长了一张跟他相似的脸，不要妄想以这种方式接近我。冷小姐，这套房子我这2天就叫人收拾干净交给你。同样，冷小姐，还希望你能放了宋家。你这样大张旗鼓的搬进去，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吗？温之是青涩的、单纯的，现在的冷月会化精致的妆，会梳一丝不苟的发型，连我都找不到从前温之的影子了。凭借着一模一样的脸，谁又会觉得冷月就是从前的温之呢？那海神的项目真的也要给宋家吗？不过是暂时给他们点甜头而已，适当的妥协才能让敌人放松警惕。包括接近秦以山。是啊，我就是要让宋子怡亲眼看，他当初费尽心机得到的男人，我如今勾勾手指就能得到。你勾勾手指就能得到的男人，不止秦以山一个，我也是。很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医生，冷总他今天真的会来吗？海城的项目是秦家、冷家、宋家3家共同投资的，他没理由不来。可他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，不如我们就先开始。宋小姐，就这点耐心吗？这位就是冷总吧？久仰，久仰。人都齐了，可以开会吧。各位，今天的策划会由我为大家讲解。哎，等一下，冷总是有什么问题呢？这次策划案是由你们宋氏做的，不如就有请宋总亲自为我们讲解。这，我爸可是集团董事长，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是吗？那宋小姐贵为宋氏千金，又是秦总的未婚妻，想必能力出众。那由你来替我们讲解也是可以的。既然是冷总要求的，那你就去讲吧。这份策划案我压根儿没看，我能怎么讲解？这个冷月分明是故意为难。怎么了，宋小姐？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我，这就是宋氏合作的成功。冷总，您别生气了。你赶快给我上去，给冷总好好讲解我们的策划案。宋子怡，3年前你带给我父亲的虚名。哎，等一下，请宋小姐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张流程图。这张图是堂堂宋氏千金，业务竟然这样差劲。是啊，连个流程图都不懂。看来宋小姐的业务能力还得被提高啊。那这次合作，冷总，我求求你不要撤资，我们宋氏还指望着一个项目翻身呢。您要是撤资了，那我们宋氏就破产了。可是我这钱投了也不放心呀。秦总觉得呢？我承认我是不够优秀，那冷总靠爬男人床坐上冷氏总裁的位置，你难道就很优秀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家还不知道，你们以为他一个女人凭什么在3年之内坐上冷氏总裁的位置？还不是谢总眼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区一个冷家的小女人。给老子闭嘴！打我！给冷总道歉！这宋小姐还真是以己度人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是女总裁，都是靠男人。我是冷家的养女不假，但既然我坐在了这个位置上，你们宋家的生死就由我掌握。冷总，都是我教你无方，回头我好好教育他。您看那个投资的事儿，投资的事再说吧，至少今天我没心情。哎，冷总，哎，冷总，我散了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谁打你了？不要难看！这个冷月怎么感觉跟你有仇似的？
那他真的是……你今天是故意的？怎么了？心疼了？我只是想项目能顺利进展。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情侣，我可以不给他送钱。我已经把浅水湾的别墅给你了，别推到孙经理。人总是贪心的，秦总对着我这张脸，你舍得拒绝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哥有你的未婚夫。你出去！听见没？叫你出去呢。我说你们两个都出去。行，那秦总，我回去。等一下，冷总想要什么样的男人？为什么偏偏要勾搭我的未婚夫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想要爬上总裁的位置，就得靠爬男人的床。我看秦以身就很难做。那冷总知道上一个爬他床的女人是什么下场？说说看。那个女人叫温芝，跟冷总您长得很像。本来她只是以身随便玩玩的女人，但偏偏她有了不该有的心思。后来我跟她都被绑架了，绑匪说只能救一个。冷总猜猜，以身他选了谁呀？最终以身带我离开了，而那个女人和她的父亲被活活烧死。哦，对了，事故之后现场还找到了他父亲的胶水。冷总的反应好像有点大。我只是比较好奇啊，现场还能找到胶尸，找到了又有什么用？又没有人认领，还是附近的居民心善，把它埋在了那处仓库。冷总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带您去祭拜。跟我无关的人，我去祭拜做什么？嫂子，如果他真的是温芝怎么办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怎么样？查到了吗？是我爸的坟吗？仓库后面的确有洞。一定是爸爸，难怪当时我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我现在去找他。你冷静一点。宋子怡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你，就是希望你自投罗网。当年我爸拼死把我从火场救出，现在他的尸体就潦草的埋在郊外，像孤魂野鬼一样无家可归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是宋氏千金，不需要做这些。可我也是你的未婚妻啊。我强调过很多次，我会解除婚约。我在你心里，难道还比不上那个死人吗？他没有死。宋小姐，仓库那边有人去了。温芝，果然是你。看清楚他是谁了吗？我们距离远，并没有看清。废物。那我就亲自去看看，你到底是人是鬼。嫂子，你真确定去的人是冷月？8九不离10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挡到我的路了，滚开！家老板说了，若是宋小姐有意公司工作，恐怕要拿宋家整个家当来放。什么？嫂子，那我还继续往前走吗？不必了。那冷月真的去坟地了吗？港城冷家的人，就算没有亲眼看见冷月，也足以证明冷月就是温芝了。那坟地里埋的真的是温芝的父亲？不是，是你的小叔秦天豪。什么？我小叔？没错。那嫂子，你岂不是让温芝去击败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试探他的真实身份。当年我们只是绑架了他，也不知道会起火。那他是不是会回来报复我们？你怕什么？他可是冷月，有权有势，
连我哥都要敬他3分。嫂子，要不然我们收手吧，只要他不纠缠我哥，也不妨碍嫂子你什么事啊。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你哥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就是这里吗？这里就埋着我爸。我已经求证过了，这人就是在火海中葬身的。当时尸身没有家属认领，所以就……别这样，不是你的错。曹爷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跟我爸谈谈话。对不起，是女儿不孝，这么晚才来看你。谢总，有其他车正往这赶来。走，跟我进去开谈。当年的绑架案就是宋子怡设计的，我会让他受到惩罚。爸，这是你当年最喜欢吃的桂花糕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爸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那些伤害过我的，不会让他付出代价。秦总，好巧啊！在坟头碰到也算不上巧吧，冷小姐。这埋的是你的父亲吗？不是。可我看冷小姐的样子像是在祭拜亲人。老岳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只是路过这里，看到有一处土坟，想到我已逝的父亲，有些感慨而已。难道秦总连这个也要管？那你知道这埋的是谁吗？可能是附近的流浪汉吧。是的。那是谁？3年前，这个地方发生过一起绑架案，这埋的就是那起案件的主犯，我的小叔秦天豪。宋子，我还真是想求你。当时因为他罪孽深重，秦家当时没有认领他的尸身，也就草草的埋死。是吗？那这样的人留一捧土，都算是便宜他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不用了，有人接。你要喜欢这块地，我派人的就行，不用大晚上过来。那秦总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宋子怡居然敢戏耍我，那就让他为此付出代价。老子下令让全行业封杀我，这是要把宋氏往绝路上逼了。爸，要不是那天你连个策划都不会相信，冷总会针对我们吗？难道您还看不出来吗？那个冷月就是故意针对我们。那就想办法赶紧嫁给秦医生。现在能和冷氏对抗的只有秦家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有，你不会用点手段吗？我知道了。文芷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你来干什么？知道你加班，所以过来给你送宵夜。你把这点心思花在工作上，宋氏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医生，我今天换了新的香水，你闻闻看。
出去。雨珊，我们已经订婚3年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娶我？你在香水里下药。你难道就不想要我？苏子怡，你用这种方式不觉得恶心吗？爸，对不起，你走了3年，我却连你的尸首都没能找到。这么晚了，谁在敲门？阿芝，开门！阿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秦总，你阿芝，你是在怪我吗？对不起，阿芝，3年前我应该先救你的。我这3年每天都活在悔恨之中，阿芝，对不起，阿芝。3年前你问我喜没喜欢过你，今天我告诉你，我很记得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冷月。对不起，冷小姐，我重要了，你快离我远一点。这是我家，你让我去哪儿？是我冒犯。秦水，想让我做你的解药，得付出点代价才行。你真好。别动！那是。我好难受，我喘不上气，你帮帮我去。酒精可真是一个好的加速器。你在叫谁呀？等阿芝死了，让你亲手丢到火场。不是，3年前我是身不由己的。身不由己？你知不知道，3年前那场绑架就是宋子怡策划，那场大火也不是意外，就是宋子怡要置我于死地。我都那么求你了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你这叫身不由己！阿芝，3年前我还没有接手秦氏，集团内斗严重，我如果帮了你的话，那他们都会知道我们的关系的。说到底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清醒，别离开我。果然，他还是恨我的。文治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你的愧疚和怀念，你就开始心软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这样。
昨晚我和冷月醒了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玩玩而已。秦总别当真。玩儿。是啊，秦总不会还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冷小姐向来对这种事情这么随便吗？成年男女各取所需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不过什么？不过秦总的技术有待提高哦。把你这俗气的头绳换掉，我不喜欢。不行，这对于我来说独一无二。这不过就是个廉价的头绳罢了，有什么独一无二的？这个是我爸送给我的，而且你看，这里是我不小心摔的，有了这个缺口，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。难道他是？冷小姐，这是什么？不过就是一个头绳而已。怎么，秦总还喜欢小女生的东西？这是温芝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秦总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便继续用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居然以为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，冷小姐，可以让我拿走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昨天晚上，对不起，冷小姐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也包括让你当我的情人吗？除了这件事。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那你……不过我很好奇，是谁给你下的药？宋子怡。我听说秦总跟温文熙挺爱的，看来好像跟传说中的不太一样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们只是商业婚姻，没有感情。那秦总对谁有感情？那个叫温芝的吗？这跟冷小姐没关系。既然与我无关，那这个无关人等的家，还请秦总立刻离开，慢走。冷总，您稍等一下，秦总马上就来。谢谢。让冷总久等。宋小姐还真是阴魂不散呀！我怎么记得这个项目宋小姐已经没有资格参与？以身收购了我们宋氏，我现在也算是秦氏的员工，过来接待一下你。宋小姐还真是能屈能伸，这从未婚妻到员工，人都差不小吧？这不都是拜冷总所赐？如果不是你们冷氏刻意打压，宋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不用谢。嘿，在聊什么呢？刚刚会议室一直有一个苍蝇叫个不停，宋小姐帮我打苍蝇来着。不好意思啊，冷小姐，下次我会让人注意会场卫生，不会再打扰你。没事。开始吧。海城人口住宅密集，老龄化严重，很适合发展养老医疗项目。散会吧，大家先去休息。怎么样，冷总？这版方案可还满意吗？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
合作愉快。刚好也到了午饭时间，我还有几个其他的项目想跟冷总聊，不知道冷总有没有时间？省不了我边吃边聊。好啊。秦先生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吃饭？以后子怡还要多多麻烦冷总，请顿饭应该的。你好，先生，你们的菜钱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居然都是我3年前最爱吃的，难道秦以身在试探？这些菜还合胃口吗？我不挑食。这些都是温之喜欢吃的。秦先生记得还真清楚，但3年前喜欢的，3年后不一定还喜欢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我只是说温之喜欢吃，可从来没说是从前还是现在啊。那是我理解错了。说起来好笑，我经常能在冷小姐的身上看到温之的影子。毕竟人长得相似，秦总有这种错觉很正常。我听说，当年温小姐是在一场绑架案中失踪。秦姐，求求先救我吧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纠缠人，我求你了。当年绑匪问秦总，只能救一个，秦总选择了救自己的未婚妻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祸灾，但秦先生确实抛弃了他。我想那时候他应该很绝望吧。我知道他一定很恨我，我也很恨自己。我在火场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可我相信他一定还会来。我一直在找他。那恭喜秦总，现在找到了。3年前他问过我一个问题：这3年以来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温之，算了，你还是别回答了，就这样吧。 3年前我就想告诉秦总，这么巧，聪雅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和客户在里面吃饭，看到你在就过来。哦，没打扰二位吧？没有，谢总。不是和你说了，酒就不要喝了。谢总对妹妹可真好啊。冷月虽说是我母亲领养的，可我并没有把她当。 时间不早了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家吧。我送你。秦总跟我不顺路，聪雅送我就好。那秦总，我们先走了。秦以身已经开始怀疑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开始心软了，对吗？ 温之，为什么你的心又开始摇摆了？我都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没有资格心软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该去会宋子怡了。副总，已经安顿好龙总了，不会再有安全问题了。另外，我找到了龙总在国外的病历。 3年前，冷总右手手腕出现了重伤，就诊的医院恰好是秦氏指挥，所以我才能帮你。3年前我在右手受伤，我不相信这是巧合，还有其他信息。3年前，您在火场找到了温小姐父亲的尸体，我记得当时还留有皮肤样本。只要您能拿到冷总的头发。 我们可以去做 DNA 检测呀。冷月，哦，或许我应该嫁给温之更合适。答案重要吗？你不是已经笃定了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是换了一张皮，准备回来找我报仇吗？你本来就该死。哼，我该死。 你是有什么证据吗？你怎么确定我没有呢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就不好奇，怎么当年你一手策划的绑架案，不仅没能杀了我，还成就了
你不觉得当时的计划进展的太顺利了？你真觉得入局的是我？不可能，我找的都是专业的人，不可能会出纰漏。而且你爸也死了呀，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的话，你爸就不会死。你炸我？对，是炸。没想到你蠢的都被我费力气。手机录音失了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证据？从你进入这家店的开始，我就开始监听录音。感谢宋小姐证据。先，王芝，你给我站住！秦总 ，DNA 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。真的是他。报告不会有错，冷总就是温之小姐。秦总，不好了！宋小姐的餐厅和冷总发生了冲突，还失手打伤了冷总。现在人已经跑了。你说什么？感谢秦总跑一趟，妹妹需要休息，秦总请。你能不能让我伤她的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有什么资格见她？我跟宋子怡根本就不是那种。出了事，秦总除了会撇清关系，还会干什么？5万块钱，我来照顾你。秦总请自便吧。我已经派人去找宋子怡了，他逃不掉的。没用的，就算找到他，证据也会被销毁。温晨，等海城项目结束之后，我们订婚吧。我以为最先能找到我的人会是冷月。3年前你到底为什么？你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放火害温之啊？因为我的眼里容不得傻子。我爱你，我就不允许你的心里有别人。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但你有什么资格指责？当年你是有选择的，是你自己不敢赌，是你亲手放弃了他，所以你才是凶手。你什么意思？秦以山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当年你害死了2条人命。那天死的除了温之的父亲，还有你的儿子。什么？当年温之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我这以后再也不求他，我求你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你觉得他还会原谅你吗？他恨你还来不及。他现在是冷月，不是温之。他回来就是为了报复我们的。你闭嘴！你还认不清现实吗？他早就不爱你了。齐总，医生，滚！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秦总，你也是被宋小姐给骗了。那我和她呢？还能再重来？我现在找她能说什么呢？就让她永远做冷月，不好吗？秦总这么晚来找我，有什么事？听说你受伤了，来看看你。那秦总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受伤。
你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的身份。我不知道。可晚了，我先走了。其实你早就猜到了，只是还一直不确定。就是在这里，我当了你3年的金丝雀。虽然很没现实，但是这3年，我确实爱上你。对不起，阿芷。就这样叫。我现在是冷月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是我活该的。之前我确实恨你，不过我发现你不值得，而且恨只会让我更痛。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想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当你一次情人吧。从来都没把你当过情人。这3年来，不只是你付出了爱，我也有啊，我也很爱你。爱我还险些让我葬身火场，你爱我还一脚踢掉我的孩子。对不起，秦深，爱让我恶心。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让我原谅你是吗？只要你拿着这把刀捅你自己，开心了，说不定就原谅你了。怎么不敢？就知道你秦以身最爱的是你自己。不要命了！如果这样你能原谅我，我愿意。阿芷，你错了，我最爱的就是你。秦以身，秦以身！好在伤口不深，没什么大事。现在的小夫妻啊，一吵架就动刀子，这实在太危险了，以后可不能这样啊！我们能好好谈谈吗？你不要误会啊，今天我救你，只是不希望你死在我家。我知道，但是连罪犯都有机会为自己赎罪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个机会？你要赎罪，应该去跟我死去的父亲还有孩子赎罪。这么想让我死？求之不得。阿芷，哎，魏小姐，本来有些话，我这个当下属的不该说，但是如果不说，您永远不知道秦总对你到底做了什么。4年前，秦总拼了命冲进火场，但没有找到您，只带出了您父亲的尸体。他自己在火场中也受了重伤。在这之后，秦老爷子因为这件事情大怒，秦总被执行了家法，整整99鞭。那是一条满是荆棘的鞭子，每一鞭打在身上，都叫人痛不欲生。在那之后，秦总昏迷了半个多月，但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您。魏小姐，本来我当下属的不该说这么多，但是如果不说，我真的不忍心看见秦总被您误会。够了，你别说了。我想说的只有这些，剩下的你问秦总吧。他刚才说的话，你别……我用剑骨。什么意思？刚才那些难道不是你让特助配合你演戏吗？没想到你连这种伎俩都演得出来，我还真是高估你了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可爱？你觉得呢？阿芷，我说了，我不是文职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我马上就要跟谢从言订婚了，还请秦总跟我保持距离。你要嫁给谢从言？没错。你爱他吗？我不爱他，难道还爱你吗？哦，对了，如果秦总还想跟我继续纠缠下去的话，可以考虑当我的情人，见不得光荣。好啊，秦深，你有自尊心的吗？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我可以没有。随你的便。
和秦雨生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和他没有可能，而且我们已经马上要订婚了。可我们的订婚是假的。王志，等港城的项目结束，我们订婚吧。港城传来消息，我已经命中。你知道，他总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，就当是哄他开心了。没问题。假的能变成真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的，这些年我是在等你。你和秦雨生有3年，难道和我就没有3年吗？我知道感情的事情不可以用时间来衡量，可你一直困在过去，就没有办法现在开始。王志，你也看看我，可以吗？秦烨，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，我也很感谢你3年前救了我一命，但是感恩不是感情，我只把你当成我的兄长。那我可以抱抱你。算了吧，我不想给你任何希望。你就知道，你对不喜欢的人永远这样一分寸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小美女，穿这么少让跟我嘴啊！滚开！我可是秦家千金，别碰我！什么千金万金的，下也玩玩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啊？那好像是秦佳佳，下去帮我一下。哪个不长眼的？赶坏老子好事！有本事给我下来！操，真是找死！兄弟，一上干死他！干他！你给我等着！先生，谢谢您救了我。不用谢我，不是我想救你。是你救了我，不然呢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对你可一点都不好。一码归一码，我虽然不喜欢你，但是也不会袖手旁观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麻烦告诉一下宋子，让他去自首，不然再这么下去，只会判得更重。宋子怡和秦佳佳在一起，你的人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，肯定是和秦家的在一起。那我派人跟踪秦佳佳。不用，他早晚会自己出来。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我都要饿死了。我哥住院了，我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自己拿刀捅。是不是温之那个贱人？是不是他逼他的？我要去找他。我哥已经出院了。洗衣姐，你先吃饭吧。你怎么不叫我嫂子了？你以前都是叫我嫂子的。洗衣姐，要不你去自首吧，说不定能从宽处理。你说什么？当年的事情确实是你不对，杀人放火本来就是犯罪。这个是温之那个贱人逼我的。可是我哥真的不爱你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可你现在连你也偏向温之了。是。对不起，子怡姐，我没办法再包庇你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来了。发现了没？说让我最后再利用你一次。刘妈，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怎么还来做早餐呀？怎么样，早餐还满意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试了以前的密码，你没改。滚出去！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让我做你的情人。是情人，但是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出现，不需要你的时候，请你立刻滚出去！还敢给我打电话呢？怎么不敢？你妹妹现在在我手里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给你发了个地址，你马上到这儿来。你知道的，人到绝境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哪位？谢先生，想不想赌一局？
姐，以前我当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一直在撮合你和我哥，现在你居然要害我！姐妹，如果你不是秦以身的妹妹的话，本就懒得搭理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算我哥对你不好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要怪就怪你自己蠢了，怪不得我哥不喜欢这个恶毒的女人会遭天谴的。没关系，就算生不能在一起，能死在一起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干什么？看来咱们中计了。不好了，龙总，叶总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以身，这个位置你熟悉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3年前就是在这里，你抛弃了温之，而选择救我。这是我这辈子最……现在你和谢聪衍都被绑架了，你说你心心念念的温之，他会救谁呀？你把温之也叫来了，你要敢伤害温之，让你整个宋家陪葬！一个温之居然让你们俩都这样活着，还真是让人嫉妒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俩他会救谁。宋子怡，你的人都已经倒下，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别再挣扎。你不会以为我就这一点你要干什么？吓你啊！游戏还没有开始，我怎么能先死？玩个游戏吧。2选1，聪明。现在他们2个人身上都有剑，一旦点燃，再帅气的镰刀也会血肉模糊，就像烟花一样，砰的一下就炸开了。谢从也是你的未婚夫，我看他手上还戴着订婚戒指，体现对你一片深情。以身呢？你们俩曾经说了那么多，不就是让我2个人选一个吗？那你考虑一下吧，选谁呀？不需要考，把车给以身，你听到了吗？温之他根本就不爱你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放人。你可以滚了。走，以身，这下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反正我已经没有活路了，能跟以身一起死，黄泉路上加油吧。怎么，后悔啦？没有。温之，怎么了？我们回仓库去救秦医生。从衍，你不要自欺欺人，你心里有他，就不要留下悔恨。你之所以选择救我，就是笃定了宋子怡是爱秦医生的，不会对他怎么样。当你知道宋子怡要和秦医生同归于尽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心慌了。对不起。不要说对不起，你不爱我不是你的错。我们一起回仓库去救秦医生吧。医生，你看，最后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你要我的命，我可以给你，把秦佳佳放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，毕竟她是你的亲妹妹。哥，别过来，快走，走啊！好了，现在就这样。生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太爱你，太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温之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我。可我最爱的是温之。你到现在还想着他？好呀，
那我们就一起死。文芝，求求你救救我哥，宋子怡他疯了！州长，阿芝，你们还敢回来，真是找死！那就要看看是谁先死。你再敢过来一步，大家就一起死！别伤害我哥！宋子，3年前你纵火杀人，只要你去自首，还有活命的机会。现在简直是死路一条，那都是你逼我的！大家快走，要爆炸了！快走啊！刀，拿刀割断！快，让我来！别白费力气，根本就割不断。水，拿水，拿水，找水！这怎么可能有水？阿芝，谢谢你能回来。不会的，一定有办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炸弹是假的。钱医生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舍得让你去死？可是他必须死。放手！钱医生，钱医生，快送医院！钱医生，快点，再开快点！你放心，钱医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阿芝，你别哭了，再看不见你哭。钱医生，你不是让我原谅你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我们就重新开始。钱医生，钱医生。放心，一定没事的。我哥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好。你好好照顾你哥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不等我哥醒来吗？他醒来看见你一定很开心。我就不去了。求你别走，钱是我不对，我不懂事没脑子，跟着宋子怡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很多事情我哥都不知情，这3年来他满世界的找你，他真的很爱你，你能再给我哥一次机会吗？不好意思。你看这页已经多少时了？谢谢。既然心里有他，为什么不去见他？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。我认识的温之可不会因为害怕而迁怒。那这有2个选择，一个写着去，一个写着不去。你既然害怕做选择的话，那就交给上天吧。去吧。谢谢你，总远。别看了，温之不会来了。大夫说了，伤口恢复的还是有些慢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谢谢啊。给我办理出院。你疯了？明天见，刚刚护士说的。我等不了。别折腾了，就算是要去找温之，你也等到伤养好了再说吧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对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温之姐你来正是时候。那你先拿，我先走了。躺回去。
你之前说只要我醒了你就原谅我，这话还算数？不算数。真的要嫁给谢从言？也不嫁了。那我……你只是个情人。那可以转正吗？我考虑考虑。